7月9日，对于全球市场来说，就像是一个即将揭晓答案的谜团，因为它设定了关税的最后期限。许多投资者都在紧张地观望着，想知道这究竟会对股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要知道，仅仅是2025年，我们已经历了3次重大的关税声明，每一次都让股市来了一次大翻转。第一次震动发生在2月，关税一经宣布，股市就应声下跌。接着是3月，当关税政策再次恢复时，又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股市抛售潮。第3次则是在4月的解放日，当时新的关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宣布，导致了自疫情以来全球股市最快的一次下跌。现在几乎所有投资者心中最大的疑问就是7月9日到底会发生什么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当前股市正处于历史新高点，这使得这次的关税声明显得格外关键。当然了，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。不过，有人投入了大量时间，深入研究了这些贸易协议和相关的担忧，并希望能为您完整地解读这一切，让您对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。贸易格局的演变，2025年前后对比。要真正理解当前的局势，我们得先回顾一下在2025年之前，美国与几个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税情况是怎样的。这里主要聚焦在美国的5大贸易伙伴：墨西哥、加拿大、日本以及德国。墨西哥和加拿大在2025年之前，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之间有一个名为 ASEAN 美墨加协定的贸易协议。根据这份协议，绝大多数商品的关税都设定为 0%。这意味着美国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几乎不征收关税，反之亦然。当然，总会有一些例外情况，但这是大体的规则。日本，美国和日本之间签署了美日贸易协定 ASJTA， 这份协议通常也意味着双方互不征收关税。不过，同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。比如，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会面临 2.5% 的关税，而卡车则高达 25%。作为回报，日本对美国大米的进口实行配额制，如果美国出口的大米超过配额，那么超出部分将会被征收超过 100% 的极高关税。所以，尽管普遍是 0% 的关税，但在一些特定商品上仍有例外。德国与欧盟，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，与欧盟的贸易协议规定，欧盟对美国商品平均征收 1.6% 的关税。同样的，美国对欧盟商品的关税也大致在 1.6% 左右。这只是一个平均值，具体的商品关税会有所不同。在2025年之前，美国对从进口的商品平均征收约 3% 的关税，而对从美国进口到那里的商品平均关税则在 8% 左右。同样，这只是一个平均水平，具体商品会有所差异。到了今天，这些关税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墨西哥，截至目前，美国与墨西哥之间尚未达成一项稳固的贸易协议。为了对墨西哥施加压力，美国对从墨西哥进口的组装车辆征收了 25% 的关税，同时对钢铁和铝等金属也征收了 50% 的关税。这些关税是否会长期持续，目前还不好说，但很明显，他们已经显著地减缓了两国之间的贸易活动。加拿大与加拿大也还没有达成最终的贸易协议。为了促使加拿大在谈判中更倾向于美国，美国将对钢铁和铝的关税从 25% 翻倍至 50%。这里有个有趣的插曲，加拿大曾通过一项新的数字服务税，打算对进入加拿大的美国科技产品征收约 3% 的税。美方对此表示不满，在加拿大通过该税后，立刻宣布将对加拿大实施新的关税。随后，加拿大迅速取消了这项税收，贸易谈判也似乎重新启动了，但目前还没有最终的结果。与日本的谈判仍在进行中。截至目前，
美国对从日本进口的卡车征收25%的关税，日本对此显然不悦。双方正处于谈判的关键阶段，最终结果如何仍需等待。这些额外的关税目的也是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。德国与欧盟，在与德国以及欧盟的贸易谈判中，局势也变得相当有趣。美国再次为了施加压力，威胁称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协议，将对机械和汽车征收50%的关税。作为回应，欧盟表示愿意达成协议，但希望能更有创意一些。欧盟提出的一项建议是，增加从美国购买武器，以此为美国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。关税和贸易协议背后的经济逻辑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谈谈这所有的一切对股市意味着什么。不过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先回到理论层面，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关税和贸易协议的讨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，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里不涉及政治，只纯粹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来分析，这些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？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：贸易逆差。当美国从外国购买的商品多于其出售给外国的商品时，就出现了贸易逆差。这意味着美国对外国的依赖程度高于外国对美国的依赖，这与贸易顺差形成对比。几十年前，美国曾享有贸易顺差，但是其他国家对美国生产的产品依赖更多。目前，美国正面临着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。2001年，美国的贸易逆差约为3780亿美元，这意味着进口比出口多出3780亿美元。到2008年，这个数字飙升至7800亿美元。不过，在2020年，贸易逆差曾一度下降到6780亿美元，而到了2024年，估计贸易逆差已达到约1万亿美元。这意味着美国在产品制造和生产方面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。对于贸易逆差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一部分人认为，贸易逆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，因为它让一个国家在产品生产上过度依赖外国。如果与这些国家发生冲突，无法自己生产所需商品，那将是个大麻烦。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，应该充分利用外国更便宜的劳动力。他们认为，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，没有必要自己生产这些产品，而且制造业也永远不会完全回归美国。您可以自行判断哪种观点更合理，但重要的是要理解当前的情况。所以，推动这些关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问题。通过征收关税，外国生产商品的成本就会更高，从而鼓励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制造。最终目标是让美国变得更加自给自足，减少对外国的依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关税本身也是美国政府的一种税收收入。在2025年之前，关税并非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。然而，在2024年，美国政府通过关税获得了约77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。而到了2025年，根据财政部长的说法，预计通过关税获得的税收收入将在30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，这是一个相当显著的增长。许多投资者会说，关税可能在长期内为经济带来潜在的好处，但同时也可能在短期内甚至长期内带来一些痛苦。这种痛苦可能表现为通货膨胀、经济增长放缓，甚至可能影响就业，尽管关税的目标是增加本土就业机会。因此，投资者现在必须根据当前的情况来预测和调整他们在股市中的策略。很多人关注的是短期影响，如果关税高于预期，那么企业的经营成本就会增加，
因为从外国购买商品需要支付更多的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企业要么会压缩利润空间，要么会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，提高商品售价。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对企业运营造成负面影响。这就是为什么关税会给股市带来如此大的波动。投资者会认为，如果关税增加，将会损害企业利润，进而拖累股价，导致股市下跌。相反，如果关税低于预期，投资者则会认为经济将更快增长，人们的消费能力也会增强，这对股市是利好消息，从而推动股价上涨。目前，许多国家都在努力争取在7月9日的最后期限前达成贸易协议。但如果届时没有达成太多协议，那么美国很可能会对相关国家施加更严厉的关税，这可能会导致股市进一步下跌。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如果，没有人能确定这一定会发生。不过，我们已经看到，在2025年，这种情况已经重复发生了3次。每当关税政策公布时，市场就会出现恐慌，导致股价下跌。但每次下跌之后，一旦关税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，股市就会出现反弹。虽然没有人能保证这种情况会再次发生，但如果真的出现，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投资机会。是的，7月9日之后，股市可能会出现下跌。如果真的下跌了，一旦关税问题得到缓解，市场可能会迅速反弹。当然，也可能出现经济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放缓期，这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股市造成压力。但无论如何，如果你是一名长期投资者，市场的下跌都会为你创造买入的良机。所以，你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，你是一名投资者还是一名交易者？如果你是交易者，那么这一方面的分析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你的需求，因为投机交易的风险性很高。但作为一名投资者，你需要知道哪些是值得投资的好项目。当看到一个好的买入机会时，只要它是一项好的投资，就应该抓住它。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教育如此重要。在2025年，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市场下跌，分别发生在2月、3月和4月。每一次下跌都为投资者创造了绝佳的买入机会。未来，我们可能会在2025年、2026年，甚至2030年面临经济衰退，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。但如果未来市场持续上涨，就像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的那样，那么对于那些着眼于长远的投资者来说，每一次下跌都将是买入的好机会。对于7月9日之后的市场，您有哪些具体的担忧或者看好的方向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一起讨论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